我叫燕西之，出生时母亲难产去世，父亲迁怒于我，将我丢在京都。又因天生红眸，京都人人言我不祥。从第一声辱骂到明目张胆的欺凌，我像个过街老鼠，再也不能活在阳光下。我以为我的人生只能这样了，直到有一日，那扇紧闭的门被一个人轻轻推开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我带你去外面。他牵着我的手走在星辰下，他说：芝芝，别人不爱你，只是他们的想法，你不要去看别人，你只需看你自己。从那以后，他带我跑马过长街，穿过夏日繁木与凛冬飞雪。10年前，是他替我挡住外界的层层恶意，使我免于欺凌。芝芝，我已向母亲禀明，会先约你，她答应等你爹爹半年后回京，我们就定亲。江硕哥哥，你都向我提亲了，怎么还同别人拉拉扯扯？我曾是人人皆可弃的异类，是跌落泥潭的尘埃，唯遇一人，视我如珍宝。可在我以为我们即将定亲时，却得知他已向别人提了亲。江硕哥哥，你是我的未婚夫，可不能娶别人。将军府小姐阮青青又是飞扬跋扈，以欺凌我为乐。你这个红眼睛怪物，别留在京都祸害人啊！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芝芝，江硕哥哥，我来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后来江硕以牙还牙，将阮青青丢在了山洞替我报仇。至此，侯府世子与将军府小姐成了死对头。没过多久，阮青青回了江南老家，我们再没见过。没想到10年后归来，我的心上人会向他下聘。阿说，为什么会是那个视我于黑暗的人？芝芝，你听我解释。芝芝，不是这样的。哎呦，恒宇公子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夫人让你赶紧回去参加侯府与将军府的定情宴呢。芝芝，快走吧，江硕哥哥，长辈们都等着我们呢。谁说红眸不祥？这一身红衣配芝芝的红眸美极了。来日我定要让芝芝成为京都最美的新娘子，成为我的新娘。这将军府小姐和侯府世子自小便是死对头，如今竟成了一对儿。嗨，你懂什么？这叫命定姻缘。自古死对头的宿命啊是相爱，看来我们的江世子也没能逃脱呀。全京都的人都知道我是江硕的人，江硕与阮青青的敌对是因为我，可阮青青一回来，一切缘由都消失了，只剩下他们之间作为宿敌特有的羁绊。他们是宿命，而我只是个局外人。小心看路。阮青青，你在耍什么花招？江硕哥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。你幼时欺凌芝芝，现在知道我与芝芝两情相悦，故意先与我定亲是吗？可是我忘记幼时的事了。装得挺像。今日我把话放着，我江硕绝不会娶你。芝芝，定亲非我所愿，是母亲反对我与你在一起，瞒着我去下聘的。还有那些所谓的死对头姻缘，放他娘的狗屁！老子喜欢个人，还给我扯上宿命了。芝芝，东郊的杏花开了，我带你去看，好不好？那一刻，我看着他，忽然想起这10年的岁月，他就站在那里，全心全意等我。清晨去书院，散雪踩着夕阳回家，他从未缺席过。芝芝，别听他们的声音，听我们自己的，好不好？他是那样小心翼翼，害怕我会因为那个莫名的婚约和命定姻缘的言论放弃他。我相信你，阿硕。谢谢你，芝芝，我会和他退婚的，不会让你等太久。可是我却始终没机会再接近他。阮青青每日缠着他，到最后我连想同他说句话都变得困难。江
硕哥哥，陪我去放河灯好不好？阮青青，我要说多少遍，别缠着我！看到马不会躲。我在想，我找自己的未婚夫有何不对？腿擦伤了，我带你去医馆。姑娘头部受过伤，以后要看好路啊。头部受过伤，所以他说的失忆是真的。叶希之，劝你识相点儿，青青与江树才是命中注定，你什么也不是。喂，你听到没？往后我不希望再听见有人伤害他。方才闹事的，送去山长那里，责令他们思过。真是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自然是可惜，没热闹可看了。可你的眼睛告诉我，你想帮他。狐狸精的眼睛是会骗人的。玉公子，燕姐姐，江硕哥哥说我幼时欺负你，虽然我失忆了，但还是要跟你道歉。这是我挑的簪子，希望你喜欢。她是阮青青，一个几乎让我万劫不复的人。她说她忘了曾经，可凭什么一句忘了就能将伤害一笔勾销呢？不用。阮小姐，当年事已了，你我便井水不犯河水。燕姐姐，小时候是我不懂事，我后悔了，后悔长大后才喜欢阿树，后悔凄凉你的手段不够高明，让阿树对我有了不好的印象，才弄得现在如此麻烦。你没失忆？青青，阿树，以前是我太坏，燕姐姐不让我进去，是我应得的。芝芝，青青和从前不同了，你不要对她有偏见。那一刻，他望向我的目光是我从未见过的疏离，就像做错事的人是我，而他对我失望了一般。走吧，以后别再做这些。芝芝，芝芝，我错了。为什么他说他失忆了，我就要原谅？你有权不原谅的，是我混账，你打我吧。怎么会有血？对不起。不是你，是我反对婚事，被母亲动了家法。娘，我是不会娶阮青青的，我的妻子只能是燕希之。天生鸿谋不祥之身，你把他娶进门，是要我侯府灭族吗？不祥之身只是世人赋予他的，他人的遭遇跟芝芝有什么关系？不过是找个情绪出口罢了。鸿谋怎么了？我就喜欢有鸿谋的姑娘。你为何不告诉我？怕你担心，芝芝，我不要别人，只要你。那你是信他还是信我？当然是信芝芝。我根本不知道他在门外。不用解释，他不重要。芝芝，我爱你。我告诉阿硕，阮青青是装失忆。后来阮青青再没来过书院，我和阿硕回到了从前的日子。直到有一日，我在京郊见到了他与阮青青。没事吧？嘿，阿硕，我没事。我有事要先走，你别逛太晚。好啊。你是不是以为告诉阿叔我装失忆的事，他就不会理我了？你想说什么？让我来告诉你真相吧。他觉得我为爱低头，十分怜惜我呢。不可能，他不会喜欢你。不信？不亲近的男女之间，身体触碰都会有应激，何况是亲吻。可你方才亲眼所见，他不小心亲到我，却毫无反应。他的无动于衷才是最大的问题。这代表在这之前，他与我已有过亲密之举。什么？从前跋扈的死对头变得完全不同了，对他来说可是致命的蜥蜴。
公子，您每日偷偷去见阮小姐，要是被燕姑娘知道，恐怕会不高兴啊。对于阮青青，一开始我担心她对芝芝不理，便总格外关注她的一举一动。后来，我相信她是真的失忆了。她多次讨好芝芝，芝芝从未给她好脸色。我看着她卑微的样子，渐渐的，竟生出怜惜。芝芝告诉我，她是装失忆的那天，她却主动向我坦白。阿叔，其实我没失忆，我是太喜欢你了。回京后我见到你的时候就后悔了。我怕你以前的事情不愿接受我，所以才说自己失忆。我只是幼时不懂事，才欺负燕姐姐的。我早就知道错了，而且当年你替她教训过我了。若你还不解气，我这条命赔给她好不好？好了，没让你赔罪，别胡闹。之后每次见我，他都未婚夫的叫我，叫得多了，我竟开始习惯，甚至莫名的生出作为他未婚夫的责任感。你谁啊？我是他未婚夫，以后别再来骚扰他。阮青青，你有没有修过女德？你是有未婚夫的人，这种地方是你该来的吗？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似乎都会短暂的忘记那个还在等着我退婚消息的姑娘。为了芝芝，我与母亲对抗多次，却始终无果。每当这时，我总会想起那个追在我身后，甜甜的叫我未婚夫的阮青青。她好像永远不会疲乏，总是笑意盈盈。她和从前完全不同了。有那么一刻，我看着她，觉得就这么娶了她也不错，不用做很多对抗，所有人都乐见其成。教授，我喜欢你。芝芝，我觉得有些累了。什么？母亲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我真的好累啊。芝芝，你会放弃我吗？我的少年为我冲锋在前，他在努力争取我们的未来，我又怎会弃他而去，临阵逃脱？其实我今天来有很多话想问你，但是在你说出累的这一刻，好像什么都无需问了。什么意思？江叔，我们两个就算了吧。江叔，我们两个就算了吧。芝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没有要放弃。江叔，如果根源在心，那再多的解释都只是在延缓分娩。你会累一次，就会累第二次。我不希望我们变成怨侣，落得个不欢而散的结局。至少现在，我们的10年回忆还是完整的。江叔，是我放弃你了。叶希之，你再往前走，我就真的不要你了。把江世子带去醒酒。放开我！芝芝，你不许走！芝芝，叶希之，我们说清楚，有什么话我们说清楚好不好？不要一声不吭，有什么疑问我都解释给你听，你别就这么走掉，叶希之。殿下，要再走走吗？他是五皇子魏战，生来患有心疾。我撞见过很多次他发病的时刻，可每次我想问他需不需要帮助，他总会像避瘟神般慌忙走开。想来他也觉得我不想，怕我的出现加重他的病情吧。不用了，今日多谢殿下，民女先回去了。燕希之为何躲我？殿下对我避之不及，我心中有数的。你再往旁边挪，就淋雨了。殿下怎么还不走？殿下的马车怎么还没来？听说五皇子生来有心疾，但宫里都瞒着，他近日才得知此事。那我们别带他玩了，要把他磕了，全家都得受罚。一直被善意谎言保护在舒适区的人，忽然得知自己有心疾，他会习惯吗？这是我的答案。10年都有他陪着，忽然告别他，会习惯吗？他为我撑了10年的伞，现在只是直面风雨罢了。燕希之，我不走，是因为我在等你，还有我没有对你避之不及。
叶希之，10年后的这把伞便由我为你撑起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还能活多久？这微臣不敢保证，总之殿下要时刻注意，否则稍有不慎就……我在想什么呢？我说，叶希之，一起回家吧。姑娘，我方才见江世子疯了似的跪求江夫人要和阮小姐退婚，喝得头破血流的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求母亲取消和阮家的婚事，成全我和芝芝。公子，回去吧。求母亲成全。公子，燕姑娘来了。别走！难道我可以为你承受痛苦还不能证明吗？一定要因为我一时心累，否定我从未改变的爱吗？燕姑娘，说句不该说的话，没有公子，您这10年不会如此安稳。公子为您做的事，我都看在眼里，他真的很不容易。他不是铜墙铁壁，总有脆弱的时候，您为何不能体谅他的难处呢？他次次为您受伤，您不会心疼吗？那你和阮青青的亲密之举是怎么回事？那是意外。那你们在京郊约会呢？他缠得我心烦，我无力同他周旋，却见了他，我想等退了婚就能摆脱他了。江叔，这个理由我说服不了自己。芝芝，你是商户出身，应该明白酒桌上尚有逢场作戏，为何我就不可以？殿下，您当真要是那个南疆秘书，成功性可能并不大，过程中也许有危险。哪怕只有一丝机会，我也想尝试。我有一个很想守护的人。失败了，没关系。公子，不好了！燕姑娘和阮小姐被绑架了。什么？芝芝！他们是你安排的，你想做什么？就是因为你，阿叔到现在都不愿意娶我。叶希之，他曾说过，欺凌你都是他的敌人。那你猜，我这个敌人能不能取代你的位置，成为他最亲近的人？你是我心间扎根的念，挥不尽的缘。芝芝，有没有事？有没有被欺负？我没事，阿叔。没事就好。阿叔，为何我们2个姑娘必须非徒只对我一人行凶，还是好端端的站着？我给自己余地，给时间去回。你是我甘愿一路颠。阿叔，为何我们2个姑娘必须非徒只对我一人行凶，还是好端端的站着？燕姑娘，我知道幼时的我很过分，可是阿叔已经教训过我了，你为何还是不肯放过我？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雨天，他搂着怀里的阮青青，看我的目光那样疏离，而这一次还多了质疑。你信他了，对吗？我……阿叔，你觉得我会做自己最痛恨的那种人吗？阿叔，我是不是不清白了？他们碰到我了吗？我不敢看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他一看我看着阮青青狼狈的样子，突然很心疼。我是他的未婚夫，却没能保护好她。一个姑娘家，怎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？他们没碰到你，没事了，别怕。阿叔，你会不会不要我了？不会，你依然是我的青青。我带你回家，我娶你，我立刻娶你。自古死对头的宿命啊，是相爱。看来我们的江世子也没能逃脱呀。芝芝，别听他们的声音，听我们自己的。那个叫我不要听别人声音的少年，却用自己证明了他们的言论。青青，我们去挑嫁衣，以后我不会再离开你。
他完全融入了阮青青未婚夫的身份，忘记了曾为谁与世界对立，忘记了他心心念念要娶的人是我。芝芝，我永远不会喜欢他。等我把和他的婚事退了，我就可以跟你在一起，这辈子都不分开。他明明是为我而来，却丢下了我，将我置于对立面。他的眼里只有那个自导自演、哭诉清白的女子，他的心疼不加掩饰，那样浓烈。说你不能一直站在我这边，就让我回到那个屋子里。我发誓，我的立场绝不改变。他将我从绝境拉了出来，没有他，我只会成为一具沉溺在无望中的枯骨，无声无息，在某刻坠入黑暗。江说，下辈子我不要再遇见你了。芝芝，殿下，您终于醒了。芝芝，殿下，您刚度过危险，不能跑动。他人呢？我问你，他人呢？混蛋！那是你从小护到大的姑娘啊！既然伸出了手，为何不就这么护一辈子？若早知你护不好她，我就算只能活一日，也绝不会把她让给你。芝芝，我来见你好不好？想一了百了，休想！派人看着他，别让他死了。我知道，已经安排人在崖底搜寻，是死是活，你给我个信。你没资格得到他的消息。不，他是我的人，你要告诉我的，要告诉我的。殿下，您本就从生死关走了一趟，身体受不住这种奔波的，交给我们，您回去休息。我这条命本就吊着，回去了，要是死在家里，芝芝就见不到我了。我昏睡了半年，这半年我似乎总能听见一个人对我说话，他的声音温润如玉，在那些声音里，我梦到了从未知晓的过往。哎，殿下，你身子不好，藏书阁让燕羲之打扫就行。没关系，老师，我想舒展下筋骨。这是老师最宝贝的圣贤花，这下要挨骂了。我的花呀，殿下呀，你这是亵渎圣贤呐！老师，是我不小心，您罚我吧。抄写经诗100遍吧。好奇怪啊，我弄湿了老师的画，他竟然没罚我。没罚不是好事吗？走吧。殿下，烟花准备好了。错过风，错过雨，都不可惜。此生我不忍错过你，错过你。梦过花，梦过月，都不及。芝芝，刚才那条手有剧毒，要立刻解毒。殿下，那钥匙给您关键时刻保命的，仅此一颗，给他了，您怎么办？没想那么多。芝芝，魏展，你真没用！若是万物有灵，能听见我的声音，我只求所有的伤害都冲我来，放过我的姑娘。芝芝，你坚持住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一定不会。原来这10年，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还有个人一直站在我身边，爱我入骨。他为何不出现？不求神佛，只求你。弱水三千，为你写为语。看春花秋月，白水青青山酒。看你不老年华愁。为何躲我？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刚才不确定，现在确定了，是你的声音没错。我以为你不会记得我的声音。我昏迷期间是你在说话，你救了我。别过来！你是准备永远不见我了吗？心情之处留一点刻骨，朱砂瓦蓝镜贴火花。为何救我？
我想救便救了，不需要理由。这是做什么？我想抱就抱了，不需要解释。对不起，魏战，你都救了我2次了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，是我太迟钝了，我应该发现的。现在想起来，其实有好多细节是我不让你发现的，对不起。怎么哭成这样？可是伤口又疼了。魏战，阿战，以后你能一直陪我吃饭吗？芝芝，我有心急。我知道，我随时可能会死。然后呢？我配不上你，给不了你幸福。你是最初的期待，心亮起来，你是最终的答案。你还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不能陪你纵马，不能带你去很多地方。那你喜欢我吗？你不喜欢？不是。那我知道了，阿战，我不用你为我带来什么，你留在我身边，让我爱你就好了。芝芝，谢谢你还愿意来见我。江硕要见你，我想着还是让你自己做决定。我以为再见他，我还是会难过，可是这一刻，我的心却平静的掀不起一丝波澜。江硕，今日我来是把这个还给你。不，这是我们的定情之物，你不能。谢谢你10年前将我从黑暗里带出来，但我想那时你伸出的手，已经是我关于你的最后一场梦了。江硕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我错了，芝芝。家族反对我们，我心中知道我们没结果，所以我接近阮青青。我想着我爱上他就好了，爱上他我就可以放下你，所以我对他一再心软。可我失败了，我爱的人从始至终只有你。或许你只是想走一条好走的路，阮青青是你的舒适区，它能让你不费力气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，你舍不得失去它。芝芝生来就被冠以不祥之名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既选择了他，只要放弃世子之位，侯府自然不会管你的婚事。路有千万条，你什么都想要，才把你和他的这条路走得如此艰难。抱歉，这会是我与你的最后一次见面了，我没有兴趣知道你的想法，更希望不再被打扰。阿战，坐！我都说了，我是为了报幼时的仇才说喜欢你，你为何还不合理？你都让自己入局了，我怎么忍心把你踢出去？以后阮小姐就在侯府上风光吧。放心，我不会打扰你。江叔，你是要我守活馆？芝芝，今日想吃什么？我想吃鲫鱼汤。好，那我去买鱼。其实殿下有过一次痊愈机会的，当时陛下寻到了世间最后一颗麒麟草，可你中箭摔下悬崖，无药可救，他便将灵草给你了。阿战，你这个傻子！芝芝，你这是……你醒了，你不能喝酒，就以茶水代替了。喏，合卺酒。你可不能赖账，我被你拜过堂了，大家都看见他。曾经有个人站在我面前，我却不敢抬头看一眼，因为于我而言，爱是极致的胆怯。那时我们离得很近，却从未真正见过。芝芝，你相信吗？2个人的风雨会变成晴天。遥遥泊在你余生的对岸。我偷偷喜欢着一个姑娘，但她有喜欢的人。我一个本就不偿命的人，何必去打扰呢？可在马场时，我望着她看向江硕时满是倾慕的眼神，莫名产生一个念头：我也想纵马驰骋，做她喜欢的那种意气风发的少年郎。现实很快给了我一巴掌，我摔下了马，摔得鼻青脸肿。我想，我可真狼狈呀。后来，我救下掉落悬崖的他，自知命不久矣，便躲着他。那日同他擦肩，我期待着他叫住我，又害怕他叫住我，因为我知道他一唤我的名字，我便会缴械投降。芝芝，你几把手递给我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我，我会努力让自己活得久一点，给你尽量久的陪伴。我去南疆找巫医了，希望我回来的时候能看到你多长2两肉。为何才2两？怕我长太胖认不出来吗？请问，抱歉，走错门了。魏战，我
也就多长了1两肉，你就认不出来了？是吗？长哪儿了？我看看，看不出来。得回屋看。是否只为了遇见？阿晨，别出声，想我了吗？阮小姐被五皇子殿下秘密处决了。哦，怎么死的？为不得罪将军府，制造其误入山洞的假象，死于蛇虫鼠蚁之手。挺好。殿下还说，世间无燕姑娘不可去之地，不允许因为一个阮青青，让京都成为她无法踏足之地。我忽然有些明白，我究竟输在哪儿了。自那以后，江硕再没提过燕姑娘。继承侯府家业后，他变得忙碌起来，早出晚归，性子愈发沉稳，再不是当年那副少年模样。燕姑娘和五皇子殿下成婚了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像平常一样处理公务，雷厉风行，看不出来一丝异常。直到我夜间出门散心，听见了桥边的哭声。他的确做错了太多事，可那一刻，我心里忽然也跟着难过起来，因为我意识到他的余生都将这样度过了。再相见。